来关注乌东局势。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在周一表示，超过15万名俄罗斯军队在俄乌边境集结，对乌克兰边境地区局势极为担忧。美国五角大楼更是呼吁俄罗斯要明确表明俄军集结的意图。敏感时间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视频对话，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乌东地区会谈。此举释放出什么信号？来看看详细分析。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周二报道，泽连斯基当天在其官方社交账号上就乌克兰东部局势、乌克兰军队的防御能力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视频讲话。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希望发生战争，但乌克兰也已准备好进行防御。乌克兰拥有一支坚强有力、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军队。 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大量军事力量，泽连斯基表示，局势升级和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希望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他还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顿巴斯地区进行会谈。Господин Путин, я готов пойти еще дальше и предложить вам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в любой точк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Донбасса, где идет война. 这个乌克兰这次这样提议进行一个谈判。 与之前视察前线、展现一个强硬的态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某个部分来讲，他也确实借由这个放低姿态，希望能稳定现在乌东的情势。在某个层面来讲，那确实是乌克兰向俄罗斯方面服软。外界注意到，乌东局势升级以来，美国与乌克兰的互动颇为频密。 4月2号，美国总统拜登首次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并表示要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在前一天与乌克兰国防部长塔兰通了电话。有观察指出，美国释放出信号很明显，一旦乌克兰与俄罗斯发生冲突，乌方将得到美方的支持。而就在拜登和泽连斯基通电话后的第2天，乌克兰军队再次向顿巴斯地区发动攻势，还实施明斯克协议所明令禁止的炮击。 目前，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在乌东方向派遣了大量兵力，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据路透社消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周一表示，有超过15万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边境和克里米亚集结，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同一天，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也称，过去2周部署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军队数量稳步增加，规模超过2014年。但美方拒绝提供俄罗斯驻军增加的具体数字。目前，俄军大量征兵乌克兰边境从过去来揭露一些讯息，可能还是以陆军为主，可能包括一些摩托化步兵或装甲部队，那集结的这个装备可能就是坦克。 步兵战斗车，此外还有零星的这种空中力量，以及在黑海的俄罗斯这个船舰。反观乌克兰政府军，根据报道，乌克兰政府军此前已经将大批作战兵力以一字长蛇阵的方式全线部署在顿巴斯地区的前线，总共调动了7个作战旅、2个集团军的兵力。第8支作战旅和第3支后备集团军也正在增援和调动之中，共约10万名军人，包括500辆重型坦克、300辆步兵战车和200门自行火炮。周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放了记者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前线的视频，曝光了大量前线信息。为了防止受到攻击，泽连斯基乘坐的直升机全程都采用低空飞行模式，越靠近前线，飞行高度越低，最低高度甚至仅10米左右。周围起码还有2架直升机进行护航。下飞机后，泽连斯基身穿防弹衣，头戴钢盔，在众多士兵的保护下前往阵地。From 2014, we know that it can be anyway each day. It can be. So they are ready, but we are also ready.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乌克兰政府军在东部的接触线上挖有大量2米多深的战壕，俨然世界大战期间的阵地。CNN 称，由于对峙双方距离太近，曾经有20多名乌克兰士兵被对方狙击手击杀。 所以他们平时都在战壕里面警戒，连查看周边敌情都要用潜望镜。从 CNN 的报道可以看出，泽连斯基一行不敢在开阔的地面上过多停留，而是跑动前行。We've come so close now to the front line between Ukrainian forces and the Russian-backed separatists that President Zelensky and I just had to run through the open ground to get to this cover because the situation is so volatile. So potentially dangerous here.
在视察期间，泽连斯基再次提到希望乌克兰能够加入北约，并引用莎士比亚“生存还是灭亡”的名言，称这是关乎乌克兰存亡的事情。You understand, don't you, that if Ukraine were to be given NATO membership, that might make the conflict in this country even worse. It would infuriate Moscow. I can tell you, I can answer you. Maybe you are right, but what now is going on? What we do here, what our people do here, they fight. So what can b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but we have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we decide where to be or where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You remember Shakespeare? 事实上，泽连斯基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要加入北约的强烈意愿。4月6号，他还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加入北约是解决顿巴斯问题的唯一途径。有分析指出，北大西洋公约最核心条约是第5条共同防御条约。共同防御条约规定，任何针对北约成员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其他成员国的攻击。乌克兰一旦成为北约成员国，其他成员国就要维护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安全，不得不出兵。所以，北约一直以来都将乌克兰拒之门外。另一方面，自2014年以来，北约确实给予乌克兰物资、经济等方面的支持，甚至还进行军事演习和军队培训等一系列的军事互动。观察指，北约只是想通过乌克兰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并不会跟俄罗斯正面开战。乌克兰对于说北约来讲那是一个很好使的棋子。北约最多只是让他可能参加一些军演，然后北约在乌克兰之外的周边国家进行一些驻扎，但实质上包括是不是派军队进入乌克兰，或给予更多的军事支持等等，其实过去来都证明，这个说的多，做的也少。目前，俄罗斯与北约正在黑海进行军事博弈。据俄罗斯国家媒体报道，俄当局计划将黑海部分地区对外国军用和公务船只关闭半年，自4月24号封锁至10月31号。不过，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报道，英国海军的一艘45型防空驱逐舰和一艘23型反潜护卫舰离开部署在地中海的航空母舰作战群，计划在5月取到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英国皇家空军也将随时待命。在上个月中旬，美国海军曾派出2艘军舰进入黑海，不过这2艘军舰很快就被俄基洛级常规潜艇锁定，没起到多少效果就离开了。而原本将在几周内再派2艘军舰进入黑海的计划也被取消。美国的这个计划被迫取消，可以知道在斗而不破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里面，那其实北约也非常清楚，有时候俄罗斯画的红线它是真是假，双方还是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以免整个情势失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当前俄乌边境被一些西方媒体形容为一点火星就着，基辅说俄罗斯大兵压境，那您觉得俄乌会爆发军事冲突吗？目前是否点燃战火并继续扩大，关键要看2条底线是否被突破。第一条呢，乌政府军是否具备粉碎顿巴斯民兵的实力？如果有，泽连斯基政府是否有决心用它？公开的信息看，自从15年丢掉战略要地杰巴利采沃以后，乌军5年多都在整军经武。今天的乌军确实不是5年前的无下阿蒙。现在的关键是总统泽连斯基及其周边的鹰派他们怎么想。那么第2条呢？俄罗斯是否想打乌克兰？我的看法，那意味着他与美欧的最后纽带的断裂。真正对俄罗斯有利的其实是维持诺曼底4方缔结的明斯克协议，也就是顿巴斯政治实体长期化，把乌克兰的国体变为联邦制，牵制其加入北约和欧盟，同时又避免因为自己出兵，让自己背上沉重的军事和经济包袱。所以我的看法是，俄罗斯哪怕陈兵几万，个中的要义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希望乌克兰当局冷静下来，把乌东顿巴斯不战不和的局面延续下去。目前，俄罗斯与美国及部分东欧国家的外交战也在持续升级，外交官驱逐规模越闹越大。您对此如何看？要记住，俄罗斯今天赖以维持大国的工具就是军事了。难道美国和欧洲不懂这一点吗？让兵微将寡、囊中羞涩的乌克兰去跟俄罗斯闹别扭，那不是以卵击石吗？
其实我的看法，无论在乌克兰还是在叙利亚，乃至所谓的颜色革命等等方面，美国已经把俄罗斯拖进了一系列的交织着军事、外交、经济乃至科技的混合战争，目的其实是消耗俄罗斯本已薄弱的国力。美国前驻俄大使麦克福尔就说过，俄罗斯军事上的成就与自身经济高度依赖能源，特别是对欧能源供应有关。如果利用乌克兰问题重创俄欧的经贸关系，那就大大限制了俄罗斯的对外行动能力，从而实现遏制的目的。就目前来看，美国和欧盟虽然有很多分歧，但确保乌克兰不因俄罗斯压力而瓦解，还是有统一战线的思考的。比方说，今天顿巴斯危机中被忽视的一个关注点，就是俄罗斯直通德国的北流2天然气管道的开通只有一步之遥了。只要这一通，乌克兰经济赖以支撑的俄罗斯天然气过境费用将不复存在，这副烂摊子将更加趴在美欧身上要吃要喝，那还得了？所以你看，北流2工程每推进一个节点，不是美国出面制裁相关的公司，就是乌克兰东部发生交火。每次闹事以后，俄罗斯跟欧洲主要国家，特别是德国的经贸往来就会下降。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的推动下，欧盟已通过立法，要求保证乌克兰的俄气过境国地位，形同跟美国背书，对北流2管道持反对立场。随着美国拜登政府回归了跨大西洋友谊的主流，协调美欧对俄制裁立场，我个人看法，当前看似箭在弦上的乌东危机，或许最后的解套将取决于美欧俄在北流2和乌克兰过境管道的利益分配上，这将决定各方今后在诸多博弈中的地位和筹码。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